这个主题是偏偏我最争气哈，我总是把争气呢理解为坚强，有时候甚至是故作坚强。比如去医院啊抽血化验啊，很多人他不会看那个针头扎进去，对吧？扭个头没必要，但是我一定要盯着那个针头扎到我的胳膊里，因为我觉得这代表坚强。而且那个针头扎进去的时候，我心里还会对这个护士放狠话。我心想，我早晨没吃饭，你早晨也没吃饭呢，就这么点劲儿，这也不疼啊。抽完血以后呢，护士拿一个棉球给我摁上啊，嘱咐说多摁一会儿啊。我心想，只有弱者才需要多摁一会儿，多摁一会儿。我觉得我这种人要故作坚强的思想，就来自于小时候听到的一些故事。比如说关羽刮骨疗伤，哎，大家都知道啊，不打麻药就通过跟人下围棋来分散注意力。现在想一想，这个故事啊，确实说了关羽很坚强，但他没说那盘棋最后到底怎么样。按照作者这么推崇关羽的思路来说，如果赢了能不写吗？所以肯定是输了。为什么输了？有没有可能关羽他也是在故作坚强？他已经疼得脑子都糊涂了。对方说：“将军，咱下的是围棋，你拿个黑子儿走个日字儿算什么意思呀？啊，走完以后连成5个又代表什么呀？关键你最后把黑子儿都推到棋盘上，大喊一声 all in 又是什么意思呀？”说到运动啊，其实我最喜欢的运动啊就是赛车。然后我最喜欢的一个赛车比赛的项目就是勒芒24小时耐力赛，就是在法国有一个叫勒芒的小镇哈，它有一个13多公里长的赛道，有一大部分就是他们的公共道路啊，平时也跑车，然后所有的赛车要在上面连着跑24个小时，3个车手轮着开，歇人不歇车。我之前啊就觉得哇，这个运动太挑战人的极限了，这一般国家哪有这样的车手？后来我想了想，其实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耐力车手，只不过我们一般叫他们大货司机。我曾经看过一个短视频啊，就是一对开大货的2口子，男的在那儿开车，他老婆就在旁边给他包饺子，在车里啊。2个人平时就是吃在车里，住在车里，而且人家外国车手才是勒芒24小时，那2口子是哈尔滨到上海36小时，就连着开。哎呀，关键是人家一个车手在那儿开车的时候，后面不会有2个车手在那儿给他包饺子，对不对？不会有一个人能吃苦。我有时候觉得中国人，你但凡给他一点生活变好的机会啊，他都会紧紧地抓住。我甚至觉得中国人有的时候为了活着可以不要命。你不要觉得我这句话说得很矛盾哈。有一种对话你肯定听过，就其中一个问另一个说：“你干什么？你这么干不要命了？”另一个说：“怎么办？我不得活着？”所以我丝毫不怀疑，如果有人啊有足够多的钱拍在那个大货司机面前，说我有一批货要从哈尔滨运到勒芒，24小时之内必须给我送到，我都能想象到有一天啊，在勒芒那个赛道上，晚上，当一个外国车手在以300多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飞驰的时候，他突然感觉后面有大灯在闪他。哇，这个大灯越来越近，然后他转过头，本来期待是一辆保时捷或法拉利的赛车经过，但他看到的是一辆中国大货，然后带着很长一节挂车，上面都是装着中国的新能源啊，在前面呜弯道超车了。这个车手会非常的惊讶，他会通过无线电跟后面的赛车工程师联系，说为什么他怎么能这么快？他怎么能这么快？工程师说等一下，我看一下画面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是生活。是生活在后面追着他，还有10几个国家的交警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感谢周老板，周老板又见面了 ，Hello， 又帅，青春洋溢，谢谢。周老板还聊这个货车司机什么都平时观察哈，是什么都观察呀。平时怎么了？就是说货车司机这事儿，您是怎么就开始观察到这点上了的？
我确实也看勒芒，看24小时，我突然就觉得，哎，我有时候觉得那个中国大货司机比人家车手还厉害啊，他们确实开的时间吃苦耐劳。对。哦，你是不是平时就是不断扫描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事儿，只要那个感觉，砰一下，然后就能写出来？我平时拿一个执法记录仪挂在胸前，把所有我看到的事情都录下来，然后回去晚上睡觉时候慢慢倒着看。谢谢我们周老板今天演出，谢谢，期待下次的光临。每一次看周老板讲完段子，真的觉得就是那种若有所思，哎，对，都有一些思考，想非常非常的厉害。是。接下来上场的呢是咱们短道速滑的运动员，哎，大家猜一下他是谁？是的，成绩斐然，完了之后很被看好，也非常的好看啊。可是竞技体育中呢，就是这么残酷，明明就是夺冠的热门，但是比赛时候呢，却意外这个。摔倒还弄了严重的腰伤，但是他依然坚持选择完成了比赛，就这种精神特别棒啊！受伤了还这么拼，不愧是国家队，而且在07年的时候，我们哥俩被我爸送来到中国学习短道速滑。一开始只是为了强身健体，没想到来完以后强得可怕。再到匈牙利比赛，已经答辩当地无敌手了。对手说：“你们回中国学的不是滑冰，你们学的是 Chinese Kung Fu。”我问我哥，功夫的事儿，他们怎么还能知道呢？啊，少林。我俩当时在长春训练，真的学到了很多先进的冰上技术。比如说，穿秋裤，那些老外在冰场上就光穿个背心短裤，冰场上17多重啊！他们现在不穿秋裤，等岁数大了，老寒腿了，跳不动广场舞了，就知道后悔了。他们也就这2年滑得快，以后抢鸡蛋都抢不过我。记得刚到长春的时候，看什么都新鲜。队友偷偷说，我要带你俩去一个国外没有的地方，我俩老期待了。结果到了一看，哎，这是网吧，国外确实没有。我妈一知道很生气，她专门从匈牙利飞到长春，就为了到网吧抓我俩。那天我妈在后面追，我俩在前面逃，那时候我俩速度最快的一次。可惜今年冬奥会不能带我妈，要不然我指定能破奥运纪录的。我知道大家都想看到运动员的胜利，但是每一次的胜利都是由无数失败铸成的。我能做的就是把无数的失败变成有输的失败。希望大家还可以继续相信中国短道速滑。我也知道竞技体育光刷嘴皮子没有用，咱们身上见吧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先溜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刘少。谢谢小王，谢谢，谢谢。少王的确非常的害羞，而且非常的腼腆。第一次讲脱口秀，感觉如何呢？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挺好，谢谢大家。然后今天确实有点紧张，但是加了你们2个，就在我旁边就更紧张了，更紧张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周奇墨。哎，今天呢，再给大家开个场啊。我们这场呢叫金牌赛，就是之前有5位拿过金牌的演员这一场同台 PK， 拿了金牌还要比啊！哎，你们看节目组还是人吗？啊，我们这个赛制比奥运会还残酷。关键人家奥运会的金牌是真的呀，我们这个金牌塑料的。这5个人每天就是揣个塑料小盘过来啊，还挺得意。后来呢，我们就送他们一个外号，叫塑料五子。当然这么讲不太好听啊，后来就改叫聚西五子。这5个人呢，散是满天星啊，聚是聚乙烯啊。总感觉他们自己的幽默不可降解。
前一阵儿看奥运会啊，也启发了我。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也应该向人家学习。比如像我这种老选手啊，已经有点讲不动了，也应该有一个退役的渠道。干嘛呢？可以当教练，我可以带新人啊。等下一季再有比赛的时候，我在下面，然后我带着徒弟在台上讲，啊，讲炸了，我在下面 yes。然后讲着讲着冷了，我就赶紧叫个暂停，然后把他叫过来。你干嘛呢？啊，你现在情绪不够顶啊！平时白带你看那么多付航老师的视频了。孩子，看着我的眼睛，如果你拿不到那块聚乙烯，就没有人在乎。Give me some passion。看着我的眼睛，我徒弟说 Yes sir。不丢人啊，不丢人！为了开场不丢人啊，不丢人啊！哎呦我天，学付航这一下子真是挺费嗓子。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来一口京都念慈庵，历练川贝枇杷膏，润喉、护喉，这是猴赛雷呀！最近呢，我还总想到08年那个时候呀，我还在上大学。哎，我上大学的时候，其实就经常跟同学去 KTV 唱歌哈。那个时候我就观察到一个现象，就好像我们很多人在里面唱歌的时候，都不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唱那首歌的，都是在模仿原唱，啊，包括平翘舌呀、停顿啊、重音啊。你比如点一首周杰伦的《爱在西元前》，所有人都是这么唱的啊。我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，怎么让你死掉你也不要。到时候图你们这个，我就说这个现象啊，而且经常还眯着眼睛啊，我也不知道为啥，我就没有见过一个人在 KTV 里点这首歌的时候，是睁大了眼睛，然后用自己非常标准的普通话在唱，啊，没有见过一个人唱。我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，深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。什么感受啊？是不是很别扭？甚至有点像二人转。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，因为周杰伦的歌用普通话唱出来就是二人转。走廊灯关上，书包放，走到旁边窗外望，回想刚买的书。一本名叫《半岛铁盒》，上大学的时候有意思的事儿很多啊。那个时候寝室的几个同学经常还聚在走廊里哈聊天，有的时候抽烟，然后他们抽烟都好帅啊，他们抽烟都是，就那个鼻子和嘴同时冒烟，感觉就像一条龙一样，抽完就飞走了。但是我抽烟就是。他们说你烟呢？我说烟了。他们抽一辈子烟，肺是黑的；我抽一辈子烟，胃是黑的，掏出来就是个熏毒。所以后来他们跟我说你这样不行啊，你得过肺，你得过肺。我到现在都不理解什么叫过肺。我在想，如果我能控制一个东西是否经过我的肺，那我这辈子都不会煤气中毒了。以后我家煤气泄漏了，我老婆拉着我，快跑快跑，煤气泄漏了。我说没事没事，来你跟我学不过肺啊！来吸口煤气，往胃里咽啊！怎么还迷糊了呢？来我点根烟给你演示一下啊！不出意外啊，那应该是哥们儿一生中最炸的一次了啊！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今天呢，我只是个开场，主角还是他们聚乙烯五子。但今天啊，这个比赛金牌战只有我来开场，分量不够，还是得请一个真正拿过金牌的人过来给大家讲一讲。下面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曾经排名世界第一、拿过无数世界冠军、拿过奥运会金牌的乒乓球运动员许昕。
我是许昕。等一会儿再说啊。非常开心呢，作为奥运冠军参加这么小型的赛事啊，真的没想到接档奥运会比赛的啊是你们这个。哎呀，不过你们这比赛啊确实好，没有几十亿的观众啊，也没有十几亿的支持者，比的也很轻松啊，看的人呢也不紧张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而且比到现在呢，冠军是谁也挺明确的了。我现在就敢半场开香槟，这个冠军肯定是中国人。而且你们的这个赛制啊，可比奥运会大方多了啊！赛程没过半，已经有金牌选手了。哎，然后呢，还得比出谁更强啊！我明白了，这个赛制啊，参考我们乒乓球啊，就是你先拿奥运冠军啊，回来再打国内比赛。你国内拿冠军了啊，那个才叫真强。今年奥运会的这个热度很高，我在网上呢预测乒乓球啊，也确实沾了点热度，就连这个节目组啊也来找我了。找我时啊，我说我来不了这个脱口秀啊，两边这个节目啊我都看了，这东西太难了。他们说你可以啊，你全面。我说啊，你可别说我全面啊，那还是罗老师更全面，人家两边节目啊可都上了。哎，巴黎奥运会啊，我虽然没去参赛，但我心在那边啊，我得在直播间摆阵为他们加油啊！是不是大家都看了？当时中国队比赛呢一度落后，但我摆完以后，哎，赢了。我当然不是说啊，我在这里边帮了多少大忙，主要是人家打得好。你要换个人来啊，换个王建国，我还摆啥阵呢？我直接摆烂了。哎，我这么说啊，不是瞧不上建国，其实啊，他乒乓球水平真的挺高的。我俩啊，这个打过一场，比分咬得很紧，那场比赛我非常侥幸的11-0赢了他。但是呢，国际赛事呢，我也打过别人11-0。我们换算一下，王建国，国际赛事水准。相比其他乒乓球选手呢，我确实是这个挺能整活的啊，所以呢没少挨教练骂。网上都说军书12卷，卷卷有我名儿，啊，大家都看过教练怎么骂我的吧？啊，说我除了世界第一，啥也不是。你们听听，这骂的多难听！他骂我呢，我都不敢吱声，生怕一张嘴啊，我都笑出来了。啊，队里呢确实挺严肃的，拿了冠军呢也都不敢笑，因为还有人被说啊，整天嘻嘻哈哈等于自杀，你这样哪能留你啊？哎，要是我说啊，这儿就能留我，在这个节目啊，不嘻嘻哈哈才等于自杀。有人呢说我打球风格很抽象，经常打着打着啊，人就跑到这个3米以外了，大家看比赛很疑惑，说画面里啊就一个人打。是不是这个才叫单打？哎，所以我说啊，为什么我外战胜率高呢？估计是对手研究我比赛录像的时候啊，根本就看不见我，摸不清我的这个打法风格。比赛完呢，这个记者还问我为什么离对手这么远，我说我也不是故意的，我只知道啊，我一上了这个球场，我们之间的差距啊就越来越远。有很多球迷朋友啊说希望我回归这个奥运赛场。说30岁啊，正是拼搏的年纪，但对我来说啊，现在挺圆满了，世界冠军有了，奥运冠军也有了，可以把这个机会啊留给年轻人了，要不然一个冠军都没拿，就坐那儿指指点点的，那合适吗？对吧？王建国、杨丽啊。今天这个看到很多新人啊。让我想起我刚进国家队那会儿打选拔赛，第一次呢就跟王励勤打，当时呢心态很放松，他是世界第一，我是无名小卒，我觉得呢输了很正常，赢了赚，输了算，输了呢我当时还在央视露脸了呢，哎不好意思，最后我赢了，希望大家呢也能有这种赢了赚，输了算的心态，
如果你们继续想听这种鼓励的事儿呢，我成功的例子啊还多着呢。啊，听完是不是很想骂我？啊，骂吧，没事儿，最好就骂那一句：许昕啊，你除了世界第一啊，啥也不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于翔宇。我是今年也是为了录节目，就直接搬来上海，但感觉还没挣钱呢，就开始花钱了。我得先找个房子，我是在那种平台租的，其实性价比稍微有点低。他们就跟我说他服务好，会给我配个管家。我租房还带个管家，就好像我骑共享单车还配个司机，感觉我是个落魄的贵族，一个人来到这大上海，没有家，但有个管家。老管家，帮我联系马总，把花呗套现，然后把房租交了。这套宅子我要定，少爷万万不可呀！这破房子他只是看着好，住着一点都不自如，不自如。我发现现在这些花钱的地方就很爱给你用一些很高端的词儿，显得我过得多好似的。你像支付宝也是，现在都不把你的钱叫钱，叫资产，叫你财富管理。我看着我的总资产3块7毛6，说完了，被几家电商巨头联合做空了。还好我还有不动产，我还有一片森林和一座庄园。哎呀，支付宝就天天劝我保护地球啊，我还为衣食住行操心呢，我哪有那个能力？你让我保护地球，不就相当于让蚂蚁保护森林？支付宝为了让你多用它，就把这个话说得太好听了，说你的日常生活都可以收集绿色能量，改善环境。不是，我也没有那么高尚吧？我只是为了省钱被迫过得很环保。那我天天出门不打车，我挤地铁、骑自行车，就是为了以一己之力对抗全球变暖。每次累得要死的，哎，又为地球贡献1小时，真是能量满满的一天呐！我觉得用这些高端词儿就是在说些漂亮话，想让你多花钱，搞得现在用词儿就越来越大，有些都不讲道理了。你像很多品牌代言，就除了代言人以外，现在还有品牌大使。大使，不是主权国家的代表吗？你这个品牌也太狂了吧！那你和别的品牌合作都不能叫联名了，你俩建交吧。品牌大使，你为了唬人，这个名头叫的也太大了吧！我上次听到这么取名的还是发型总监。很多奢侈品甚至有全球大使，你都能代表地球了。你是要跟外星人建交吗？你大使拿着你的衣服给三体人，三体人一看吊牌，这也太贵了，不要回答，不要回答，不要回答。我觉得代言奢侈品还算好的，更夸张的是，现在很多明星都开始代言生活用品了。我那天买纸巾都有代言人说明星同款厕纸，我当时就不想买。我觉得你明星代言赚的钱肯定都是溢价到这个产品上，让普通消费者来承担。我觉得你代言奢侈品可以，我也买不起。你代言厕纸，我是真的会买厕纸。你动到我的蛋糕了，你别哪天出了事儿就拿我擦屁股的钱给自己擦屁股。我觉得这个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应该少一点这种漂亮话，多关注一下人的具体需求。但现在经常就是为了表面漂亮，完全不管你实际需求。你像很多商场现在会宣传自己各种友好，修得贼漂亮，但就是不愿意在厕所门口写个男女，非要用个非常抽象的符号。男厕所就这样，女厕所这样。有时候乍一看都分不清，你哪怕画的真实一点呢？男厕所，你就画一个小人在那偷偷抽烟；女厕所，你就画一个普通的小人，后面排着67个小人。你商场为啥不能多修点女厕所？你这个现代文明社会能不能解决点实际需求？而且一部分人的需求被忽视，最终一定会影响到所有人。所以我说这个事儿也不是想显得我自己多高尚，
只是它也会影响到我。那我跟女朋友一起出去逛街，如果她要排队等厕所，我就要在旁边等她。我有时候等没事干，我都想帮她排。我说你先去试衣服吧，我在这儿帮你排着。我愿意为了你做一个变态。我向前一小步，文明一大步。每次听到这些漂亮话，我就觉得你们有那个说话的功夫，不如多干点事儿。这个世界不需要语言来精装修，只需要少点宣传墙，多点卫生间。谢谢你们，我叫于翔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刘洋哈。然后大家也知道我最近一直在录2个综艺，然后北京一个，上海一个，所以基本上就是来回飞。你知道飞多了之后，你会就是产生很多的见识。我长了很多的见识，比如说我第一次在飞机上遇到经济舱的金卡会员，各位有遇到过这种金卡会员吗？我第一次遇到的时候很惊讶，我说金卡，这得多尊贵啊！这不得一会儿空姐跑过来说李先生你好，您是我们尊贵的金卡会员，一会儿咱们还是老规矩，飞机起飞之后您来开，其他乘客把安全带系好，我们李先生喜欢转圈飞啊！想的是这种，你知道金卡会员享受什么特殊待遇吗？什么都没有。他唯一享受的待遇就是空姐会过来告诉他所有人都知道的消息，然后跑过来，就这消息跑过来之后，目光如炬盯着李先生，炯炯有神，生怕瞟我一眼，然后让我把尊贵感给偷了。盯着李先生，李先生您好，你是我们航空公司尊贵的金卡会员，我们的飞机将会在19点降落在首都机场，地面温度23度。如果你没有别的问题，我就先走了。他就走了。我说这有啥尊贵的呀？李先生也很局促，这就是金卡嘛，对吧？很不尊贵呀。我心想这得帮帮李先生啊！我就在那儿坐着坐着，突然说：“几点到啊？这不知道时间坐过了怎么办呀？地面温度多少度啊？手里的外套穿不穿呀？穿不穿呀？”李先生明显腰都直了，说：“可以穿。”然后关键是就这么点信息，他还生怕我听到。空姐跑过来就跟那个特务接头似的，跑过来之后，李先生您好，您是我们尊贵的金。李先生您往这边一点，您是我们尊贵的金。李先生，您是我们。李先生，我给您写下来。要命了！其实我吐槽这个金卡也吐槽了一小段时间了，然后前2天遭到了报应，各位。我坐飞机太多了。我升级为国航尊贵的金卡会员了。我在飞机上待着，离老远空姐就要过来，我说别过来，别过来。空姐说刘先生，我说 no。空姐告诉我任何消息我都及时给大家分享。听完了说19点到啊，各位，首都机场。我恨不得给空姐捧哏来缓解这种尴尬。空姐说一句我捧一句，也没那么尴尬。空姐说刘先生您好，您是我们尊贵的金卡会员。我呀，我们的飞机19点降落首都机场，没听说过。如果您没有别的问题，怎么着呢？我就先走了。去你的吧！这还是我办过的比较尊贵的卡了。我办过最不划算的一张卡，是我去一个景区，说是景区，实际上就是一座山；说是一座山，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土坡。那山有多高？那山就300米高，各位，300米，你知道什么概念吗？300米，苏炳添登顶只需要27秒。就这么个小破山，然后收100多块钱，然后服务员问你要不要加80块钱升级为我们的畅玩 VIP 套餐体验卡。我说那我当然要畅玩卡，然后我就升级了，花了80块钱。你知道畅玩卡唯一能畅玩的，就是他们在山顶上有一个玻璃栈道。你见过玻璃栈道吧？2个小土坡之间弄一个玻璃板子，你走在上面说 pass 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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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那么个破玩意儿，你说玩不玩？当然玩，80块钱白花了。我就玩，但是问题是各位，我有严重的恐高症，我站在上面一步都舍不得走。别人说是80块钱这么心疼吗？一步不迈。但是问题，我老婆了解我，她说你这样，你把眼镜摘了，你看不见不就不怕了吗？我就把眼镜摘了。各位，我还有严重的散光，我一摘眼镜，玻璃栈道变仨了，3倍恐惧。
我实在没办法，我就把着那个杆，我真的眼睛都不敢睁，浑身颤抖，一点点往前蹭着走。旁边人都惊了，我说盲人也怕玻璃栈道吗？不合理啊！然后在这种情况下，我的畅玩套餐里还包含一个服务，免费拍照。因为景区就是认为我在这种情况下，脸上红温、浑身发抖、已经出汗出的不行的情况下，会产生一个念头：要是有人给我拍照就好了。我在那闭着眼，我就听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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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说完了完了。我一下玻璃栈道有一个屋子，一抢我的照片，全是我驯服五官的全过程。我说这玩意儿太可怕，我就要走。走的时候，景区服务人员跟我说：“刘先生，这些精彩瞬间真说得出口啊！这些精彩瞬间，您只需要花25元就可以买回去。”我说：“你做梦！你给我25，我也不买。”他说：“不买就一直挂着。”我说：“买，大哥，商量。”但是我也办过比较划算的卡，我办过最划算的一张卡，是我去一个主题乐园办了一张优速通，不打广告了，所以不告诉各位是哪个主题乐园。我去看米老鼠的时候，在里面，你知道优速通卡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不用排队。你去了主题乐园，你排过队都知道，那队伍都不是直线，那队伍就 S 型，那都不是 S 型，那就是人类小肠图解。门外5个小肠，好不容易绕进去一看，还有5个小肠，一直在那儿绕。这种队伍里最尴尬的就是你迎面过来一个熟人，你们这一次碰面，接下来你们就会无数次的碰面，你们就一直绕，这哥们儿就一直在你前面，你转3圈就没话了。在那走着走，哎，老张，你也来这个主题乐园？我也来了，真巧，多少年没联系了，真是常联系，回头见啊！一回头就见了。啊，老张，我坐飞机来的，是，飞机很累，吃饭啊，记得吃饭。然后一回头，咱们现在把饭吃了呢啊！我告诉各位一个方法，我自己研究出来了，在这种队伍里，如果你想要维护你们的友谊，你只需要还说一模一样的话，但你换个形式说就好了，保证你们的友谊长存。就是你用评书的方式说一模一样的话，友谊还在。你想想那感觉啊！一看到老张，哎，老张，你也来这主题乐园啊？我也是，哎。来的时候，那个飞机上啊，黑暗中忽然听得一阵脚步声，欲知来者何人，咱们下圈分解。一转过来是空姐，空姐轻声说道：“刘先生，我们的飞机将会在10点降落在首都机场。”谢谢各位，我是梁教授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罗啊，然后我也看了播出了，非常的羞耻，感觉在电视上站没站相，坐没坐相，一点都不像喜剧之王。我感觉我跟他们站在一起，感觉就是那个画面是喜剧之王和他们的朋友。其实我是这个组里面分数最低的一个，有一种名校里面吊车尾的感觉。我高中就是在一个名校里面吊车尾。高3的时候想要最快的提升成绩的方式就是把作文写好，因为那个分数真的很多。但是我的文风怎么说呢？就是梗很多。然后我们老师说你不要用那么多奇怪的修辞嘛，让我写一点内容深度严肃的东西。他推荐我去看一个叫许知远的人的书。看了，真的买了《中国纪事》、纳斯达克的一代，买了一堆。我背了很多许知远的金句，我上考场之前，我脑子里都是许知远的金句。我本人高考作文第一句话：这个时代病了。0分，因为大梗不能放在开头。我就是挺喜欢修辞，我就喜欢细枝末节的东西。我觉得有的时候人因为太注重内容而忽略细枝末节的重要性。我是一个福建人，我到现在都没有理解为什么福建人对于一个食物最高的尊重，居然是不放盐。我妈经常跟我讲的一句话是：今天这个汤很好，我故意没放盐。我说你不应该是不小心没放盐吗？你的越贵的食材，他们就越不放盐。比如说老鸡汤，他们是不放盐的，但是普通的小鸡的汤，他们就放盐。怎么鸡是越活越咸吗？还是老鸡会跟小鸡说，老子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？老鸡也很无奈，说我一片真心换来了一个无盐的结局。
我是属于那种山猪吃不了细糠的那种人，吃不来什么食物的原味，就喜欢调味料的味道啊。就这么说吧，13香小龙虾跟13香澳洲龙虾对我来说是一样的，就什么钱不钱的，喜欢的就是王守义这个人。我当时经常求我爸妈，我说我们放点盐吧，不放盐不好喝。他们就会说，哎，暴殄天物，放盐就暴殄天物。他跟我说这个汤很好，不放盐就很好喝。我说那放了盐不是应该更好喝吗？哎，这个道理是不是像如果有一个帅哥，他长得很帅，他剃平头穿白 T， 他就可以很帅。但是问题是，帅哥留了发型，再穿了西装，他只会更帅啊！你不会说一个帅哥穿西装是暴殄天物吧？你只会说哇天物我一个暴殄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，他们跟你说这个汤不能放盐，因为这个汤很补。哇，这句话我真的从小听到大，7、8岁就开始叫我补，我都不知道7、8岁我要补什么。每次学习成绩不好就一碗猪脑放在那边，学习成绩不好应该补什么？应该补课啊，应该补什么？我不是不尊重这种食补的概念，但咱们就说吃啥补啥，这个逻辑是不是有点太简陋了啊？我们闽南地区有一个风俗，就说吃那个猪脚面线是驱邪的。就是说家里如果有人坐牢的话，出狱之后要吃一碗猪脚面线，这个是在补什么？是说当时跑得不够快，所以我邻居家小孩就特别喜欢，就特别听大人说话，很爱喝汤，喝汤长大，真的特别补，没到30岁就痛风了。他现在追求是一个东西应该毫无营养，他身体负担太重了。我半夜问他问我要不要吃夜宵，我说吃啊，吃什么？他说吃垃圾。他连食品2个字都不加，吃垃圾。我们2个对话像2只流浪狗在对话，走吃垃圾，走吃垃圾。我觉得这个也有点极端了吧啊！追求毫无营养，我觉得商家也非常配合。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饮料或者零食的配料表？里面会写蛋白质0、糖0、卡路里0，你没有，你写它干嘛呢？配料表就是食品的简历嘛，对吧？你会在你简历里面写4级没过，小提琴不会。什么都不加，还居然很骄傲，你知道？我最不理解是无糖可乐，无糖可乐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可乐叫肥宅快乐水，没有糖你还快乐什么啊？没有糖你就不是真正的快乐，你甚至都不是真正的可乐。肥宅再也不能快乐了，肥宅只能安康，快乐啪没了。因为我觉得饮料、零食、汤这些都不是必需品，你是因为来享受快乐的。你享受快乐的时候，就不要老想着提升自己了。有没有那种朋友，就是你跟他一起看一个英文电影，看着看他突然说，要不咱把字幕关了吧？啊，我们来练英文。我真的我2分钟就睡着了。他问我说：“你记得电影讲什么吗？”我说：“我记得，电影开头有一只狮子在那边啊。”我为什么要在休闲的时候练英语听力啊？对吧？好好的一句台词。阿甘说：“妈妈说人生就像一块巧克力。”我满脑子都是 A， 阿甘的妈妈喜欢巧克力 ；B， 阿甘是一块巧克力；C， 巧克力的价格是9磅15便士。就像你听脱口秀，很多人都很希望脱口秀有教育意义，如果内容跟梗是一样重要的。你说皮之不纯，毛将焉附？但毛之不纯会冷啊。你不可能听了10分钟脱口秀完全不好笑，但是说但这段表演很有营养。我觉得脱口秀就应该好笑嘛。有人说你肯定是羡慕那些比你有内容的演员，线下专场卖票卖得比你好，说我肯定是吃醋了。我说哎是，但我喜欢吃醋，因为醋也是调味品。我就是为了这个醋包这个饺子。谢谢大家，我小文。大家好，我是付航。我不想当猴了。因为到哪儿都管我叫猴。前2天我在一个办事大厅，有一个大哥，他都离得我很远，好多人，他直接就，哈，我也不能不回应他，显得有点装，我就给，结果呢，他说来猴哥合影，咔，照张照片揣兜里，引起旁边老大爷的注意了。你说老大爷看热闹，他们没有任何的边界感，他们就这样，就这么。我也要合影，合张影，咔照一张揣兜里。你是6小龄童吗？我说我是姆巴佩，小红须。他说嗨，
以为你是谁呢？哎，我说大爷，为什么您的嗓子这么棒啊？他说小伙子，因为啊，我有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，老字号护嗓指定行。我植入完了，你可以继续讲段子了。我说好的，大爷。演出正式开始，朋友们。我不想当猴了，我想走一些高端的人设。我想高端起来，我要改一下我自己的格调，鼓足勇气去吃了一次法餐。我是中午去的，啊，我第一次去，手紧张都哆嗦。有一个服务员过来，大高个儿，西服笔挺啊，特别帅。小伙子，哎，先生，平常有什么爱吃的法式甜点，说一个送您一份。我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法式小面包还是盼盼，但是我没说，我说你给我来一个米苏提拉。他说先生，您说的是提拉米苏？我说提拉米苏。我平常在外国待的时间有点长，喜欢用倒装语句。他说那先生，您可以用英文点餐。我说我在日本。他说瓦达西诺瓦里瓦里瓦里得脚步。我说得脚步。瓦达西诺还是英文点餐吧。他说好的先生，给你菜单。我拿过来，我没有说 Thank you sir， 我说的是 Thank you sir。懂英文的都知道里边的门道有多深。Sir 是美音儿。我说的是 sir 是英音儿，高端。啊，服务员也懂我意思哦，先生，您在英国有朋友？我说对，我家狗是柯基。我说你点餐吧，别说话了。当时拿过来，我说英文点餐 easy， 只要语法不有大问题错误就可以了。我说哎呦 waiter I want， 主语动词 want 不用加 ed， 因为是一般现在时。当时我说 I want， 服务员，我说 this over， 服务员，这什么过去？我一看吃住他了，我不光想点餐，我还想炫技，给他展示一下我高超的语法。我说哎呦 waiter wait I want more。I want， 我说富航，人生只有一次，你愿意当一辈子的懦夫，还是一瞬间的英雄？哪怕只有一瞬间，我选择了后者。我要冒一些风险给他展示我华丽的语法。我说，哎呦 ，waiter， I want not only this but also this that。懂英文的都知道里边的门道有多深。在不经意之间展示了我对过去代词似海参一般的理解，他明显没听懂的表情，但是没关系。服务员，我说在着 ，those 就是 so many 在。当时服务员，哎呀，学不过来了，太多代词了，森森。我一看吃住他了，我太帅了。我说伊丽莎白，给我点一根雪茄，啊不是雪茄。雪茄是什么东西？点一根雪茄。当时服务员说好，他就把酒单收走了。懂法餐的都知道里边的门道有多深。他分餐单跟酒单我不知道，我点的全都是一些我从来没喝过的鸡尾酒，每一杯都上面点着了着火，每一杯都着着火。正常人是拿吸管插到底下喝，我不知道。我一把把酒杯抄起来，我看着上面那个火焰，我说这个火焰，它有没有可能不烫？啊，别笑我，那个也不烫，没用，就是装饰品。有什么用？哎，你这没用的，假的。当时我就拿着那杯酒，服务员在远处看着我说：“喝呀。”我说：“你们这帮上流人士，平常衣冠楚楚，晚上都来这儿喝火，
大丈夫身居天地之间，岂能郁郁久居人下？出身为寒，不知耻辱，能屈能伸，方为丈夫。你们不怕，我也不怕。当时 my face already totally on fire。我跟那儿就周呢。旁边那帮上流人士就觥筹交错聊融资 ，A B C D 轮聊着聊着，突然感觉眼角火光四溅。一转头，小黑人在角落自焚了。富航吞起火球了。那服务员拿起吸管，先生，就有吸管。当时我正跟那儿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啊！我正干呢，他啪一拍我，回头看见吸管，我说 something wrong。服务员 ，What were you doing before？ 洞里边的门道有多深？这大是我对过去文字海深一般的理解。服务员，就让吸管。当时我知道自己喝错了，但是没关系，朋友们，我能力挽狂澜，为什么？因为吸管的英文单词我背过。啊，我拿起来我说 Thank you for your straw。以吸管英文啊。当时我拿起吸管，我说 This time I will be a little bit gentle， 然后我开始拿吸管吸杯子上面的火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想熄火，我就拿嘴一嘬，我发现用吸管比不用还疼。我跟家正嘬，服务员跟旁边基本都开始哭坟了。他说别喝了，先生别喝了，你没事吧？别在这自焚。你没事吧？我说太上老君三昧真火，烧不死我。我不怕你们这些上流人士给我设计的小陷阱，我不怕。再见。到门口，我虽然在里边非常焦虑，非常的那个骄傲，完了之后给他这种感觉，我什么都不怕，但是我出来真的哭了，太丢人了，太丢人！我连法餐都不会吃。我说那我就写一条段子来证明我是人吧，对吧？我没别的可干了，我就开始上网搜怎么区分人跟猴。我想天天给观众讲，网上只有7个字：能正确的使用火。我手机都吓掉了，我手机掉地下，最开始我这么捡，后来我就这么捡，后来我就这么捡，后来我就这么捡。后来我就这么剪，懂进化论的都知道刚才这段表演的门道有多深。朋友们，别被洗脑。如果高级动物必须高级，那我宁愿当猴。谢谢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柯登。比了好几轮了，很多演员都说特别羡慕我身上这种松弛感，还跑过来问我说你怎么做到的，完全看不出你紧张。啊，我说我也完全看不出你紧张。他说懂了，目中无人。我最放松的一次啊，就是最目中无人的一回，是在一个天桥上，踢了个乞丐的碗，完全没看见，过去咣当一脚，我俩都沉默了。他是没有料到什么人这么横。城管都不敢这样。我为化解尴尬，我赶紧跟他解释，我说那个，可能看不出来啊，是个盲人啊。他紧张了，他对不起，那我走。其实看不清呢有好处，就是减少了一些社交压力啊，经常后台聊天啊，不太熟都啊，说什么谁文本好，谁表演好，我就不聊，我看不上表演好的，完全看不上。演了4轮了，付航演的啥？完全不知道。以前还有人给我解说呢，坐我旁边，现在干了个啥？刚才把我一个人留在上面，对吧？后来我就这么剪，我说你怎么剪呢？我啥也不知道。聊八卦还有后台，所有人都好奇他说这个人是谁，只有我在好奇说话这个人他是谁。
有一次我跟一个不太熟的演员聊了得有2分钟，才发现那是庞博，声音也听不太出来，不太熟嘛，我就只能套他的话，获取一些线索，跟玩狼人杀一样。我觉得每一个不太熟的局都应该有一个狼人杀那样的主持人 Q 流程。天黑请闭嘴，庞博请张嘴。但是其实认不出来人还问题不大，就是尴尬嘛，说错话而已啊。话可以乱说，但是东西不能乱吃。有一次后台点外卖，我刚好接了个电话，我说你们不用等我，每样给我留点就行。回来之后都吃完了，我说那自己来吧，每个尝点啊。鱼香肉丝啊，宫保鸡丁，麻辣烟头。我完全理解他们，是吧？因为普通人很难想象，盲人每天面对的都是什么，就跟我一样，我也很难想象每天面对的都是什么，就跟开盲盒一样。印象最深刻一次盲盒是在一个酒店一个自助早餐，多功能饮料机，你们见过没有？好多按钮，看不清吧，随便来一个，4杆牛奶、咖啡、豆浆，我偏偏精准地按中了清洁。有人喝过清洁吗？寡淡。所以很多年前看钢铁侠的时候，我就很羡慕。我说哪一天科技进步了，我也能拥有一个那个 Jarvis， 是吧？就把我这个眼镜一戴上，我眼前看见什么东西，你无意识告诉我，对不对？后来听说罗老师还清了债，去干 AR 眼镜，我知道我那个等的眼镜应该是完了。开玩笑的，罗老师，加油啊！有需要我帮助的时候可以来找我啊。人人都是产品经理，盲人也可以。在老师那个高科技眼镜出来之前呢，现在主要靠手机解决所有看不清的问题。用手机上有个软件叫屏幕朗读，用听的，我耳朵很好，大概是4倍速。知道你们没有概念啊，我给你们演示一下啊，就是非常快，很难有人听出来啊。打个赌吧，谁听出来？我不是真被水带走的，更有是垃圾。有人听出来吗？再来一遍 ，OK， 好，慢，给他放一遍慢的吧，好不好？我不是针对谁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这个技巧叫目中无人，非常快啊！但是这么快的速度，你们能想象吗？有时候效率会非常的低。你见过评论区发哈哈哈，发一屏幕那种？手机到这儿就疯了。连续哈5分钟，他不喘气。你知道这么发的人脑子确实不太正常。你复制粘贴啊，他就手工敲打和啊哈哈，一屏幕哈哈哈，中间有一个啊。评论也不能刷太多，我有一阵沉迷刷评论，看看网友怎么夸我的，就搜黑灯，搜了一阵，搜几天就不搜了，因为搜出来最多的是千万不要黑灯玩手机会瞎。其实啊，很多有这种辅助功能，其实虽然每一样都还不太完善，但是配合在一起，盲人做的事情还挺多的，有很多工作可以做。我有一次面试，我跟那个 HR 说视力不太好，放大了那个可以，他说那把公司最大的显示器给你，然后就去了那个公司。北京有个798，你知道吗？就在那个地方，我们公司好几面沿街的那种落地窗，游客都能进来参观。所有同事14寸笔记本，就我一个人27寸 iMac。那些游客一看就明白了，爆炸头啊，设计总监。特别怕光啊，别说这种射灯了，Word 文档一打开，一片白那个都受不了。我把颜色调反过来，黑底白字，我在那写文章啊。那个设计总监，什么总监？程序员你认不出来吗？那不是在敲代码。代码挺厉害，汉字。就讲到这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庞博，欢迎大家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我是今年的主持人，欢迎大家。我也没有想到脱口秀干了这么多年，我是为了成为张绍刚老师的竞品。
而且你知道，这个工作干时间短了，但是也已经有职业病了，你知道吗？前2天我去一个剧组客串，我进组那天正好主演在杀青，非常感动，流着眼泪捧着花说：“哎呀，谢谢大家。”我说好，3、2、1，请锁票。但是还是很开心，每年录节目都会看到很多的新朋友，今年也来了很多年轻的新朋友，甚至很多还在上大学，演完看到我也很激动，说：“哎呀，你知道吗？我从小就是看今晚80后脱口秀长大的。”说你们那个节目当时给我缓解了很多很多的压力啊！你说小升初当时那个压力实在是……我说闭嘴吧，闭嘴吧，真的，叫我庞叔。哎，喜剧的内核不讲礼貌。一会儿你们看吧，几乎每个长得比我还像80后。但是每次看到这些年轻的朋友，我都会想到前段时间有一个采访啊，挺有意思的。他来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：你觉得到底什么样的人最后会成为脱口秀演员？我想了很长时间，我觉得脱口秀演员都是一群经常会觉得这个世界有点奇怪的人。我举个例子啊，有一种水果叫猕猴桃啊，也叫奇异果。这个它的英文大家都知道对吧？叫爱奇艺国际版。哎，对，这个灯就是这样用的。谢谢佩森姐姐啊。它英文大家都知道吧？叫 kiwi 是吧？我们都生活在上海，这么冷门的英文我们也要假装知道，好不好？叫 kiwi。但我觉得英文就很奇怪，你想 kiwi Kiwi 叫 kiwi，SIRI 就叫 Siri， 那为什么只有 WIFI 叫 WiFi？ 它有什么不一样的？那会不会有一个镜像的平行世界？我每天就要，嘿 Siri， 请打开我的 WiFi， 我要来一局游戏了 ，Time。然后那个记者问我的第2个问题是，很多人都说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，你怎么看待这句话？我也觉得很奇怪，似乎世界上所有的艺术表演里面，只有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，好像他们其他人都不得罪别人，很神奇。你不会看着看着跳舞，突然间就急眼了，说就你能把脚抬到这儿，对吧？你看着听着听着音乐剧，突然就站起来了，你们就不能好好说话吗？更重要的一点是，如果你要冒犯别人，首先你要有力量，对吧？但我觉得笑其实是一件很没有力量的事情。如果笑很有力量，我们在历史上就应该看到很多笑的故事，而不是战争的故事，对吧？《三国演义》就应该是诸葛亮3笑周瑜，诸葛亮笑死王朗。我从未见过如此开不起玩笑之人。王朗说：“完了，今天是要笑不活了。”你感觉诸葛亮是个笑星是吧？什么北伐就是全国巡演嘛。喜剧之王3国记。我想问大家，这个笑话冒犯吗？还是有一些冒犯的，如果你是王朗的话。但紧接着另一个问题就是，如果我听了一个笑话，我感觉到被冒犯，就一定意味着我是对的吗？在20年前，互联网上最流行的网络社群叫贴吧，当时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贴吧，非常火，都在上面讨论自己的事情。我们学校保定一中叫保定一中吧，北京当时有一所学校叫北京市第3体校，也理所应当拥有自己的贴吧，叫3体吧。后来的事情你们就可以想象了，是吧？小说3体，然后横空出世，然后3体吧就被3体的书迷占领了。所以理论上，北京市第3体校的师生是世界上第一批被3体人入侵的地球人。我觉得都可以想象，体校的朋友当时一定非常生气，对吧？搞什么？我们学校的贴吧为什么有人突然来讨论一本书？我上体校就是为了不看书，真是。3体的书迷也很无辜，说名字又不是我起的，你去骂刘慈欣好不好？刘慈欣说：“哦，主不在乎。”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你总不能跟体校的朋友说，要不你们去流浪地球吧，反正你们也没有家了。你们说这个事儿冒不冒犯？当然冒犯。生不生气？当然生气。怎么办？没有办法。李白曾经说过：“如何呢？又能怎？”所以我觉得，不如笑一笑，不妨就笑一笑，对吧？我甚至建议体校的朋友和3体的书迷，咱们一起去弱智吧。
我觉得弱智吧的吧友肯定不在乎，肯定会很欢迎我们，他还会问体校的朋友，哎，你们为什么不快乐呢 ？happy 起来啊！你们不是黑皮体育生吗？我要再问你们一次，你们觉得这个笑话冒犯吗？还是有一些冒犯的。如果你也来自北京市第3体校的话，如果我们今天一定要聊冒犯，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黑灯和小佳更权威。我没有做过严格的统计，但我觉得他们很有可能应该是世界上冒犯残疾人次数最多的2个残疾人。但是我们都很喜欢他们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很喜欢他们的演出，我们也很喜欢他们的段子。他们去年发起了一场演出，叫《地狱笑话秀》，就是大家一起来互相吐槽、开开玩笑，同时测试一下我们这个行业的道德底线到底在哪里。怎么说呢？如果你们根本不认识黑灯跟小佳这2个人的话，这整场演出几乎就是教科书一般的霸凌。你想一想，脱口秀的剧场你们是去过的，200-300个人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笑话台上2个残疾人，关键是他俩还得跟着笑，干什么？今晚80后脱口秀吗？但是他们请了很多演员朋友来吐槽他们，演员的创作热情也是空前的高涨。没有什么比写这种段子更过瘾的事情了。当时大家有个群，每天都会有人把写好的各种段子丢进来，甚至有人为他们的演出已经写好了开场曲。2个演员，跑不快，一个没有眼睛，一个手在哆嗦。黑灯跑得快。节目的播出尺度不允许我把整首歌唱完，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。但你们知道那个群里面从始至终出现过的最冒犯的一条段子，是吐槽小佳的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小佳参加了奥运会，在奥运会中拿到了100米赛跑的第1名。太神奇了，他的故事激励了所有人，他的精神振奋着我们，他的故事甚至被拍成了电影，搬上了大荧幕，甚至小佳这个角色由汤姆克鲁斯主演，名字就叫《速度与激情》。你们知道当时那个微信群里面跟刚刚的现场是一样的沉默，但其实你我的意见都不是那么重要，对吧？当时小佳在群里说：“你们为什么都不说话呢？”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笑的。我觉得小佳的回答是可能很多问题最后的答案，就是当事人觉得还蛮好笑的。当然啊，这不是小佳的原话，他的原话是：“这也太好笑了吧！”谢谢你们啊，你们笑了，你们鼓掌了，我就不是这个房间里面唯一一个冒犯残疾人的变态了。我也非常喜欢你们的样子啊！哇，北京市第3体校，哇，太惨了，我要笑一笑。我是小佳的朋友，但这个模仿真的很好笑。观众真的太可爱了。但我最后问你们一遍，这个笑话冒犯吗？还是有一些冒犯的。如果没有人笑的话，对吧？所以不如就笑一笑，对吧？我觉得这就是可能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有笑话这个东西，这也是世界上为什么有人要讲笑话这件事情。对我来说，脱口秀演员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玩的工作。我希望这个工作我能一直干下去，我希望我们的朋友都能一直做下去。我甚至希望我这个工作能干到80岁。我甚至已经想好了我的告别演出的名字，它必须发生在我80岁之后，因为它就叫今晚80后脱口秀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翟阳年，谢谢。哎呦，给各位分享一个我平时最爱看的那个科技发布会，朋友们，就是每年的那个315晚会，你知道吗？啊，315晚会在我心里是真正的黑科技发布会，黑心棉、黑心肉啊！你知道普通的那种科技发布会已经给不了我惊喜了。你知道手机里每次什么多个摄像头啊，车里多个冰箱没有意思，但你告诉我我穿的内裤里有毒。一下就很惊喜，而且你知道315晚会啊，它从来不延迟满足我。你看，你买个手机啊，买个新能源汽车得预定半年到货，对吧？但他曝光那个黄焖鸡米饭用什么烂肉啊、发酸土豆片的时候，我是边吃黄焖鸡边看的。哎呀，吓得我当时立马站起来提了提一次性内裤，你知道吗？
朋友们，真的，我当时看这个曝光的时候，已经吃了3个多月黄焖鸡了，没什么感觉。说明什么问题？朋友们，就人家黑心商家厨艺是真好，你发现没？那记者不说我都不知道，这是强者不抱怨环境啊！你想想，他用最烂的肉、最酸的土豆片做出来的黄焖鸡，一点腥味酸味都没有。西湖醋鱼啊！用最新鲜的鱼，最正宗的醋啊，做出来又酸又腥啊！我都替西湖醋鱼臊得慌，说实话。朋友们，你看《舌尖上中国》是中间停更7年了，315晚会可年年都有食品安全问题，我感觉得做一个《舌尖上315》了。就告诉那帮大厨，高端的厨艺往往只需要采用最肮脏的食材，你知道吗？朋友们，很多人提到食品安全，是不是会脑袋蹦来3个字：预制菜？我喜欢预制菜，我是急性子。哇，现在菜上的是真快，很多商家那个为了证明它快，给你放个沙漏，对不对？我前2天去吃那个现烤活鱼，朋友们，那个烤鱼上的快到什么程度？比沙漏上的都快。刚点下单，鱼就端上来了，服务员感觉不对劲儿，才把沙漏拿上来。我点了3个菜：现烤活鱼、现烤羊排、现炒小龙虾，上的最慢的是可乐。哎呀，我第2天中午去吃的麦当劳。他怎么好意思管自己叫快餐呢？我足足等了4分半呢。这要吃烤鱼，我都到厕所了。我跟你讲，而且他第2点，预制菜有一个特点，我无法拒绝。我是一个中国人，也是一个金牛座，这就导致我是拼某饭的饭圈的脑残粉。我永远忘不了我第一次吃拼某饭那个价格，4块9 25个饺子，4块9 25个，好评返现还返了我9毛啊！如果到店自取还能便宜1块钱，但我放弃了，因为共享单车要1块5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朋友们，也就是说这份饺子的极限价格是3块钱25个。3块钱25个，朋友们，这个老板在我心里慷慨的都有点抠门了。咱还差那3块钱吗？白给我交个朋友不就完了吗？很多人说你不怕这里有什么瘦肉精吗？有什么我都接受它。真的，3块钱25个饺子，我包容他一切，吃出来头发算老板送我周边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能看出来吧？我一点不担心食品安全。为什么？我有充足的理由啊！我小时候吃过苏丹红鸡肉，喝过3聚氰胺南酚。那句话怎么说？就是当你淋过暴雨之后啊，我都不打伞了，真的。我就不怕下雨。说实话，看见今年315曝光那个什么虾仁保水剂放多了，看的时候有点失望啊。那也不够劲儿啊，这玩意儿。那你看保水剂，它起码还算食品添加剂，让放。3聚氰胺苏丹红危险化工用品。苏丹红是做有机染料染色的，3聚氰胺是做装修板材用的。我这身体已经练出来了。就这么说，明天末日来了，我啃墙皮喝机油我都能活下去。你知道朋友们，苏丹红是代谢不了的吗？在我体内都20多年了，我现在体内苏丹红都立着个牌子，我在翟佳宁血液里很想你，你知道吗？哎呀妈，等了20多年了，等来个保水剂，保水剂副作用是什么？骨质疏松，废物，根本看不起他。包括去年曝光那个什么大爷大妈做酸菜时候用脚踩，他那脚都敢吃，我跟你讲。有人会觉得有点恶心，对吧？
但你想想，起码大爷那个脚是纯天然的。你应该庆幸啊，大爷还没穿一次性袜子，你知道吗？我这身体已经被练出来了，我相信以后有大用处。将来如果有一天外星人攻打地球，把我的遗体当武器，能把所有的外星人全劝退，所有的外星人被我身体干的都是已读不回的状态呢。到时候啊，外星把我的身体遗体拿走去研究，什么玩意儿这么厉害啊？化验我的身体里，哇，有这个苏丹红抗体、保水剂抗体、三聚氰胺抗体，哇，难怪这么厉害，这是个真三体人呐，这是个。再拿这个显微镜仔细放大我每一个细胞，每一个细胞上都写着一句话：杀不死我的，令我更强大啊！谢谢大家，我是阿明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李卓妍啊。其实翟佳宁跟谁 PK 都有点像在欺负人了，但除了我，因为大家说我是唯一一个看上去比翟佳宁更狠的人。我跟他 PK 算是以暴制暴。但其实我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了，但是我确实从小就被狠人包围，特别是小时候学校那些小混混觉得我长得太拽了，会来堵我，很无辜啊，长相是天生的，有人一出生就在罗马，我一出生就在罗马斗兽场。但我是个很 peace 的人，我根本不想惹事。他们说你这么拽，你混哪的啊？我说我混2次元的。这也太反差了。他们觉得我更挑衅，我很害怕。但幸好我有一个哥哥，我小时候很崇拜我哥，他是一个真正的狠人。小年纪就开始抽烟，怎么打怎么骂都不屈服。我妈放弃了，给他买了一份重疾险，受益人写的是我妈自己。就是如果我哥没事的话，我妈会有一个完整的家庭；但是如果我哥有事的话，我妈会有一个美满的人生。母凭子贵吧。我哥还喜欢带着刀出门，然后旷课去 KTV。家里人不给他钱之后，他找了份兼职，挺适合他的，在 KTV 切果盘。所以我在外面被别人欺负，我第一时间想到他。我问他怎么办，他跟我说很简单，你要么打赢他们，要么加入他们。但是你是我的亲妹妹，你不能加入别的帮派。我来教你怎么打。哎，我哥啊，是我认识打架最厉害的人了，他要教我打架，不直接来学校帮我打。我说哥怎么了？你要上课吗？还？他说你不懂，我不方便亲自出手，你无法想象我经历了什么才走到现在这个地位的。我都不知道在外面是兄弟多还是仇家多。我说在外面应该是警察多吧。都说你不懂了吧，那叫条子。其实我有怀疑过，我哥应该没有他自己说的那么血雨腥风，他可能只是跟风叛逆而已。因为当时很流行一个电影叫做《古惑仔》，我哥在学校组了个帮派，7个人结拜，有6个都说自己是陈浩南。就《古惑仔》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，就是铜锣湾只能有1个浩南。我哥学校6个。我问他那还有一个是谁？他说是教父。我说不是同一个体系的吧？他还去纹了一个陈浩南的同款纹身，这么大一条过肩龙，纹了好几个小时啊！我用圆珠笔给他。
敢在家里闻，大夏天中午拉着我上楼顶，当时阳光晒在他身上，晨光握在我手里。热的2个人都不耐烦，他一直催我好了没呀，好了没呀？我说，不太确定他是不是真的很会打，但肯定是不太会教哈，因为他采用的教学方式居然是实战训练。老大哥亲自跟我打，哎呦，毫无保留啊，毕生所学全使在我身上。我哥没把我当外人，也没把我当人。训练频率也是看我哥心情哈，一般是2天1练，啊，如果他心情不好就1天2练，蛮有趣的。其实因为他会放着音乐来打嘛，就我很容易能掌握他出招的节奏，就是那首歌一到重音他就会出拳，我按节奏躲就行了，跟玩劲舞团一样的。但是我这辈子最讨厌的一首歌就是《霍元甲》。这首歌重音太多了，太密集了。嚯，半个8拍出了8拳。唱 K 的时候，别人一点这首歌，我都想哭。我的朋友跟我说，他说啊，这首你也能哭吗？我说你不懂，太痛了。后来我离开家了嘛，上大学，我哥留在家学吉他，因为他看到摇滚歌手在演唱会上砸吉他，他觉得太帅了。学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发现自己不喜欢弹，就喜欢砸，喜欢的是打击乐。但家里没这个条件，不可能砸锅卖铁给他砸木头吧，他总得去挣钱。有一次回家，我妈说：“你有空去看看你哥吧。”我说：“哪个监狱啊？”他说：“监什么狱啊？你哥去了亲子餐厅上班。”哎，我很好奇，我就去看了。他给一个我爸那年纪的人打下手嘛，又通过明厨亮灶那个监控，我看见那个人一直指着我哥骂。哎，你别说啊，亲子餐厅配上辱骂，感觉还挺像一个家的。不同的是，以前我哥肯定会顶嘴甚至还手，但现在他只是一直在和面，不停和，和。监控是只有画面的嘛，辱骂声是直接从厨房里传出来，挺难受，因为声画不同步。心酸，肯定心酸，但也庆幸吧，因为我以为他迟早会进局子，结果进了个饭店，就感觉命运的齿轮卡了一下，刚好卡在了饭点。那喜欢玩刀，在厨房里工作；喜欢当大哥，在亲子餐厅，有的是人喊他大哥哥。也不用担心外面是兄弟多还是仇家多，现在外面棋手多。我觉得我哥变得有点陌生了，但其实还是很熟悉。后来我跟他说，我说，哎，我看到那个人骂你的时候，我真的很紧张，总觉得你随时会给他一拳。我哥说，你不懂，我不方便出手，面团好粘手。就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。嗨，朋友们，嗨，我叫于博。好，咱们狠人的叙事已经结束了，接下来是温情的家庭的内容。不是说他们2个结婚之后的家庭啊。我妈很传统的东北母亲，教育观念传统，到现在是那种干点什么都给你挑毛病的母亲，对她好的不行。今年母亲节给她买了个包，她说给妈妈买包，妈妈是开心的呀。但如果这个包是你自己做的，不是更有意义了吗？什么话？我大学在上海，又不是在莆田。这话听了我都后怕，因为我原计划打算给他打4000块钱，即使打钱也这么说，给妈妈打钱，妈妈是开心的。但如果那钱是你自己印的，
那你就开心不了多长时间了。从小教育观念相对传统，掌控感有点强。2010年左右，每天给我5毛钱。10年5毛，10年妈世博会都开完了5毛。然后和我说你省着点花。5毛，是当时市面上流通的最小货币单元。他只要省着点就没有花，那叫攒着点花。这都不是每天都有，上学才有。兜里有5毛钱的小孩上学会自卑，5毛上学什么都干不了，5毛上学，我说你都不如少给我2毛，妈剩3毛我流浪呢。没有，我妈说妈不是不给你钱，妈就是把钱留给以后你去上海大城市买房的。没买。但这句话是小时候拒绝我需求的理由。我说妈妈，我想吃一只鸡，没法。我说肯德基求你，不许吃啊！再给你那个首付吃没了。啥玩意儿？吃只鸡给房子吃没了？吃那啥鸡呀？住房公鸡呀？不是，他就是可能攒1倍的钱付一套首付，说这房子就送你了。我说啊，那房贷呢？有人这么送礼吗？哥们23岁在上海还房贷，我必还不上，我必当老赖，我必赖，让我今天还房贷就花我前23年的毕生积蓄，还1个月。然后第2月在房子里饿死。这是一套纯手工凶宅。我妈原话：哎呦，房子越早买越好。我说真事儿吗？那你要不10岁给我买吧，每天还5毛钱。我确实有想过，我想当10岁的老赖，因为10岁老赖帅。23岁老赖就是社会的边缘分子，但你切记，10岁老赖没有人当过。10岁呀，同学们幼稚至极，体育课，哎，我当迪迦的召唤者，我往那一站就是失信的执行人。那1个2个小奥特曼，小罗永浩。这个我给。和那同学就玩不到一块儿去啊！班级60个小孩去春游，就哥们儿1个人坐不了高铁。我妈很喜欢给自己的教育方式扣一个帽子，叫很流行现在吃苦教育。妈是希望你把好日子留在后边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哎呦，这句话说实话，我现在有点不理解，因为我妈好像也不是这个观念。真的吃过苦的人不认同这个。谁吃过苦？我姥。当年河南自然灾害之后闯关东逃难来的黑龙江啊，这一路上吃尽了人间疾苦，对吗？他成为人上人了吗？他成为了一个东北人，他那脑子里就没有成为人上人的念头，只有一个纳乌克热说你飘向北方。尤其我知道他没有过上好日子，因为这2年他经常和我说：“老希望你能上南方。”话里话外就是：“哎呀妈，老后悔了，当年呢走过了。”那帮的狡猾的人上人在北京就已经下车了。我能理解我妈，上一代希望下一代能替他们完成他们年轻未尽的遗憾。我问过我妈啊，你遗憾什么？她说：哎呦，很遗憾当年家人没有给我买房，很遗憾当年没有考上研究生。我说妈妈，你中专毕业考不了研究生呢。但我也想有我自己的人生。大学毕业的时候，因为这个事争执过很长时间。我跟我妈说，我不想读研。我妈因为我不读研这个事每一天打电话阴阳怪气，每一天一打电话，我说妈怎么了？她妈能怎么？哎呦，妈不能怎么。妈就觉得哎呦，妈要是生了个研究生这好了。啥话呀？那玩意儿是生出来的。咋生啊？生着生着脐带拽了本硕士毕业证。
他那理论都有点变态。这么说你现在还行啊，985本科还够用，但妈告诉你，不用多5年，5年之后这个世界上所有没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啊，都将被淘汰。我不知道今天幸存率大概有多少，但我调查过，中国大概有1000多万的研究生和14亿淘汰者。99.5%以上的人叫什么淘汰？这叫灭绝。每次想到这儿更不想读研，因为我知道我们家世世代代没有任何一个研究生，我们家得灭门。哥们儿是个孝子，不能独活。当我后来很坦诚，我和我妈说是真的，妈妈，我真的受不了高压的应试教育，真让我读研，我坚持不住，一定在第3年受不了，我直接就自杀了。第3年之后见着我就，我妈在这，妈第3年自杀，那就只能读2年半的专硕了。讲到这儿，谢谢你们，微博，拜拜。你们好，我叫徐指导啊。我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循规蹈矩的人啊，尤其在这个交通规则方面，因为我之前骑电驴被车撞过，就这个车祸它不严重，但猎奇啊，因为我是被一辆这个警车撞的，我当时倒在地上我都蒙圈了，我说怎么现在这个不戴头盔这个处罚力度这么大吗？啊！就你们都开始就地正法了是吧？当然人家也是不小心，但就周围都没有人敢扶我起来。这么年轻的逃犯啊！我说这种交通事故他能不能报警？咱别打个电话，他手机响了。我没敢报警，他把我抱上了警车，为了送我去医院啊，那个场面真的很诡异。我这边耳朵着地，摔的是血肉模糊，我就那个画面，黑猫警长带着一只耳走了，你们见过？但我觉得我应该是这辈子唯一一次有机会坐警车了，因为我从小就是个老实孩子啊，就阿烟他哥那种打架的事情，我从小到大啊只参与过一次，是被人骗去的。当时中学周末补习班下课，有个同学喊我一块儿去吃饭，我一下车发现10几个那种流氓混混就把我俩给包围了，我才明白这孙子是骗我过来帮他打架，就很过分，让人没吃饭干体力活。我看着那10几个彪形大汉，我说我这今天虽然吃不了，但好像要兜着走了啊。但我最生气的是对面10几个小混混，他就骗过来我一个人，这就意味着他的胜算不会增加1点，但是等会儿他的痛苦可以减少1半。就他这种做事方式，我瞬间就明白为什么他一个区初中生啊，会有10几个人想要打他。我在下车的第3秒就想背叛他，我想跟对面说，你们要的这个人我给你们带来了。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对面这个混混老大，他一步走到我面前，用2根手指头重重的戳我，威胁我。他说不准动。我当时感觉他会点穴，我一下就怂了，但我不想显得怂，所以我就鼓起勇气，用那种非常强硬的语气回应他。我回了一句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，我说我不动。这句话对他们来说太震撼了。他们说你不动你横啥呀？就他们原计划应该是不准动，威胁我，我反抗，然后顺理成章开始对我进行殴打。结果我不动，我看着他们那个束手无策的样子，我就明白，就只要今天我不动，那我今天就不痛。但骗我来那个同伴，跟我性格不太一样。人家也不让他动，他立刻就还嘴，他说你别碰我。这就意味着对面要开始碰他了。很快他就被摁在地上一顿暴打，这个场面是越来越诡异，10几个人在打他，我在旁边站着一动不动，我在给他们站岗一样。
我俩组成了一种很高级的投降方法，就是他挨打，我替他立正。就我俩这个状态，旁边但凡再过来个路人，都得觉得，哎呦，这小伙子挺勇敢啊，就看热闹敢站这么近啊。我说我是不是得帮一帮他？但我发现以我的能力和胆量，我能给他提供的最大帮助，就是给他提供点眼神支持。我的眼神里是有语言的，我说这个加油啊，这个忍咱就不疼了。我甚至不敢说出来，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嘴动它算不算动。打了足足2分多钟，他们都快打不动了。我那个同学被打的都快不动了，而我雷打不动。我们一群人离远了看，感觉这个一堆 GIF 动图里面夹了一张 JPG 呀。那个混混老大打着一抬头，发现我怎么还在这站着呢？他接下来一句话彻底震碎了我当天的全部自尊。他说：“你要没啥事儿，你先走吧。”各位，就这句话，他在群架里面很难出现的呀。它代表着对你懦弱的肯定，他坚信你留下来什么用都没有。这句话打到脸上太屈辱了。你要没啥事儿，你先走吧。虽然我听完确实走了，但那个感受很真实。我那天到家就2个感受，就是屈辱啊，但是不痛。虽然身体不痛，但很快这点事儿，班里几个男生就知道了。我们班有一个男生在走廊里，每次看见我就那种嘲讽的语气跟我打招呼，看见我，哎，你会痛啊？更让我崩溃的是，班主任得知了打架这个事情以后的反应，他让我颜面扫地，他在全班同学面前通报表扬我，说徐某同学校外遭遇打架，对方一再挑衅，保持沉着冷静。我获得了一个新的外号，我同桌从此喊我一战到底。我说实话，那几年受了点影响，我一直很羡慕那些不太怂的人。直到去年得知一个消息，就是小时候骗我去打架的那个同学，在去年被抓了。我一听这个罪名，我就乐出声了啊！罪名是诈骗。我当时说，我这点事儿追溯期这么长吗？但我又听说那个不让我动的混混老大，其实也犯过一点小事儿，但警察来了以后把他放走了，因为他认错态度良好。我一听就明白了，他从我身上学到不少。警察来了以后不准动，我不动。啊，那你没啥事儿，你先走吧。我觉得相比之下，我是不是过得太平稳了一点？我在那个最中二、最容易因为男子气概上头的年纪，我在打架里面选择了充分发挥自己的这个主观不能动性啊。但这个性格也让我每天都能平安的回家。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种不爱动的人一种宝贵的财产嘛啊，这就是我的不动产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大家好，我是刘润成，非常开心看到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很开心啊，今年确实不一样了。去年节目结束之后，很多朋友就认识我嘛，也了解了我们家的产业，经常见面就喊我们2代。这还少开玩笑，但真有人在网上造谣说我家其实很有钱，我还挺难受的。还有人说我之所以能进总决赛，是因为写到了富航的合同里面。辟谣啊，没有什么背景，也没什么资源，小时候家里穷的还算是公开透明。当时我们住在店里面，说是店，其实就是一个街边的车库，完全密闭的空间，只有一个卷帘门。这就导致我从小就不相信圣诞老人会来我家，因为我觉得他应该做不到静悄悄地进入我家。就那个卷帘门呐，那玩意儿一拉，全小区都醒了，全小区都知道我们家穷的叮当哐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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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响。
但我从小对那个卷帘门就有很大的意见，因为我觉得太吵了，而且我们家就是做门的，为什么用一个这么差的门呢？我就很不服。有时候看那个门有点想哭。古话说得好，变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，胖子门窗家就用卷帘门。住在车库里面，生活却也是很不方便，洗澡也很不方便。那时候冬天还好，把门一拉，拿个盆在里面洗；夏天就很麻烦，店里特别热。有2年我爸就特别嫌麻烦，他就直接让我在门口洗澡。你没有听错，门口洗澡，门口大马路上洗澡。其他小伙伴都去公共浴室洗澡，只有我公共场合就是我的浴室。但那会儿实在太小了，没什么羞耻感，也完全不在乎别人的眼光，完全不在乎别人的眼光。我都没注意那有个探头。我是洗干净了，电子眼越来越脏，天网恢恢，我全漏了。但我从小还是比较懂事的，一边在家里面店里面去帮忙照顾生意，一边去努力的学习。从小就知道，这是不锈钢，这是铝合金，这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。米兰昆德拉有一本书叫《生活在别处》，我童年也是一本书，生活在车库，所以我就很想住在很高的地方，那是我的梦想。等我真有条件之后，前2年还没上节目，赚了一些钱，有工作了，我就想住高一点。我住在上海静安区的一个老房的7楼，可以便宜一点，演出方便一点。大家如果了解会知道，其实法律规定啊，一个房子没有电梯的话，只能修到6楼，但我住在7楼。严格来说，那段时间我住在法外之地。哎，那开发商很幽默，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，他换了个说法，他说我们那个1楼是0楼，2楼是1楼，他说我住在6楼。我说你这个太厉害了，你不解决问题，你改变定义呀。感觉小时候考试呢，问你什么饭店离小明200米，小明每分钟走50米，问你需要几分钟，你回答小明不去了。小明可以点外卖，今天想吃黄焖鸡。再配上一瓶乐宝啤酒，小明不再思考，今天只想玩好，放开玩 ，Why not？ 小明吃饱喝好，乐宝。老房子卫生间也特别小，只有1.4个平方，我很不习惯。要知道我小时候，那都是400多个平方，1.4个平方卫生间太小了。你们知道1.4个平方卫生间什么概念吗？就是我很难在里面摔死。是。有一次我在里面洗澡，脚一滑往后一倒，闭上一瞬间，我以为会倒地上流一地的血，睁开眼发现自己就这么卡墙上，整个人什么事都没有，一点伤都没有，全都是泡沫。太累了，那会儿每天就要爬7楼，真的很累。我观察过我身边所有7楼的邻居，没有人爬7楼是很开心的，就没有人爬7楼之前会大喊一声 “Go Go Go， 出发了”。那段时间我只爱外卖小哥，毕竟爱是常觉亏欠。我那时候点外卖，主动把门打开，在门口等他，不舍得让他敲门，怕他没有力气。也怕他砸门的时候太有力气，然后我就发现，没有一个小哥可以做到无言独上7楼。他们话总是特别多，骂得我不敢下楼，一个人在寂寞梧桐区深院锁清秋。我那时候，我甚至可以通过听就判断一个小哥是不是跟我一样胖，不用看，听就可以。跟我一样胖的很好听，你就听那个脚步声，一开始还很欢快，是那种
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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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一会儿会变成哒哒哒，然后会变成。啊，一般这时候我手机就响了，我就听到小哥跟我说。我到5楼了，你准备一下出来拿一下吧。我说其实你在4楼。你以为你在第5层，其实你在第4层，加油，再上2层楼。去年节目结束之后，我生活真的变好了很多，所以我终于完成了童年的梦想。我现在住在20楼，有电梯。这是上海吗？你在干嘛？但我真的很开心，真的住在很高的地方，而且我们家现在卫生间也很宽敞。所以为了弥补我童年的遗憾，我现在每天洗5次澡，怕忘了在床头刻了一个早字。每天早上起来我就吃早饭，洗早澡。但住得很高，也有我想象不到的地方。我有很严重的恐高症，以前完全不知道。我住过7楼，但那个7楼没有阳台，所以我不知道。我现在每天晒衣服，那个腿抖的呀，衣服还没挂上去就干了，很讽刺。我觉得住上高楼才发现自己恐高，感觉就像屠龙勇士屠完恶龙，才发现比起公主，她更想保护动物。但我觉得这都是我可以接受的，因为我是一个有钱人，这是有钱人可以忍受的。有一天，我请我朋友来家里吃饭，他突然给我看了个新闻，他跟我说，高层住宅未来即将变成贫民窟，这个我无法接受。但他讲的很有道理，我也听进去了。他给我举了很多例子，他说现在美国就这样子，这是一个城市化的趋势。现在美国在芝加哥市中心的高层已经住满了穷人，而那些有钱人早就搬到了郊区的别墅。他们平时最爱待的地方，就是他们家的车库。我被资本主义做局了。那一刻，说实话，真的还挺想哭的。我才发现，原来我在哪里哭，哪里就是贫民窟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刘晨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叫小海。谢谢。最近节目组给我们准备衣服啊，我发现很多衣服我都不敢穿，比如说我就不敢穿短裙，因为我害怕别人说我腿粗。其实也没多粗，就是不细。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。你没看清，你们再看一下。对。你们很善良，好 ，OK。对，我从来不敢露腿，所以对我来说，我的腿已经成了我的隐私部位。这对我来说，刚才的表演已经擦边了。有些衣服我不敢穿，有些衣服我不想穿。比如说，我就不想穿胸罩。别害怕，我现在穿着呢。我不想穿，是因为我前一阵体检得了乳腺结节，医生跟我说穿胸罩不利于血液循环，每天穿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8个小时。我说8个小时，谁能下班啊？我不可能上着班儿。领导正跟我谈话呢。我说，哟，8小时了，我的胸罩下班了。解脱了。而
且夏天穿也很热，对吧？女生知道，几乎所有内衣里边都有一层厚厚的海绵。我夏天出门换衣服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有点对不起我的胸，我都想跟他们说，胸大胸二啊，难为你们了。今天外边太热了，来把棉袄穿上吧。除了很热，也很麻烦。有时候晚上出去扔垃圾都得穿胸罩。有一次我觉得真的很麻烦，所以我就干脆戴了个口罩。我觉得如果人只需要穿一件衣服，就是口罩。我甚至都可以只穿口罩。我打网约车就没有司机找不着我。司机说：“你穿的什么衣服呀 ？N95。”我试过很多方法，怎么可以不穿？比如胸贴，但胸贴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就是出汗容易掉，所以我在台上从来不敢戴，我怕我在台上掉装备。我还得赶紧跪在上面说：“这是我护膝。”胸贴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有时候我会过敏。人多我又不好意思挠，我就只能捶胸脯。有一次我看中国新说唱，我说 rapper 肯定带了。打招呼都是 Hey yo bra。我就特别羡慕有人敢不穿。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女生没有穿，我很佩服她的勇气，但就有人评论她说她这样扰民。我说她怎么就扰民了啊？她是在街上扫射别人吗？如果你觉得她扰民的话，你可以报警，对吧？你说警察这里有人扰民，警察说有噪音吗？什么噪音？是我脑子里肮脏的想法。他怎么就扰民了啊？如果不穿内衣扰民的话，那光膀子大爷是不是至少应该判个无期？同样都是不穿，你为啥不去评论一下光膀子大爷？好看，爱看，想谈。就是不想穿内衣这个事情，除了网友不理解，很多父母也不理解。有一次我跟我妈说我不想穿，我妈说正经人哪有不穿的？我当时我都变成那英了，我说这简直就是危言耸听。我妈还跟我说穿内衣有好处，她说穿内衣是为了保护女性安全。我说怎么保护啊？把里边钢丝抽出来把坏人扎死吗？内衣要是能保护女性安全，怎么没有人去庙里求个平安照？送给朋友说特意给你求了个祭照杯，保佑你逢凶化吉。记得一定要罩在头上，那才真正的好兆头。我第一次听说内衣能保护女性安全，怎么坏人最怕的是内衣吗？啊，两个流氓正要骚扰一个女生，女生调整下肩带，流氓说快跑，有胸罩。咱俩分开跑，他一个能扣俩。我妈还跟我说穿内衣有好处，可以防止下垂。她说：“你看内衣广告说了，我们这个可以防止下垂，能够对抗重力。”我说：“对抗重力，这么厉害的科技，咋不用来发射火箭？”回头采访马斯克说：“您登陆火星的秘密是什么？维多利亚的秘密。”对，其实我说了这么多，我就是希望女生穿衣服能少一点束缚，多一点自由。本来我想说的话还有很多，但是我今天从出门到现在已经8个小时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海。大家好，我是月明。
你知道你们刚才喊冠军的时候我多崩溃吗？你们笑得越大声，我越笑不出来。我说实话，我选他们俩，单纯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太容易相信别人了。他们一个天天在朋友圈焦虑，一个天天跟我说我稿子不行，我稿子不行。我感觉我都信了，就我信了。他不是稿子不行，是我脑子不行。咋往下讲？说说我脑子不行的事儿吧。我这个人确实脑子不太行，特别容易被骗。前段时间被骗了4万4。我当时我就想，我太笨了，我太笨，但是我好有钱呢。太有钱，4万多啥没干，就换这么一套段子。所以大家不用同情我，不用太悲伤，就笑。你们不笑，我回不了本儿。其实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已经过去了，已经过去了。为什么想说？我就是希望能帮一个是一个。咱别遇上这种事儿，因为很多人他觉得自己很聪明，他觉得自己不会被骗。那是你没碰上合适的。真命骗子，哎呦我的天哪！咔咔给人打钱，太上头。我就是碰到真命骗子了。那个骗子就在微博上冒充我一个在埃及旅游的朋友，管我借钱买回国的机票，要1万8。我真去查了，真是1万8。他没有骗我，所以二话没说就把钱给他打过去了。我还跟他说，我说赶紧抢。特价票不好抢，结果过了一会儿，他管我要第二笔钱，第二笔钱要2万6。我说你不会被骗了吧？他说你放心，我不会被骗的。我说那没有问题啊。我说那这2万6是什么钱？他说刚才抢经济舱没有抢到，想升个舱。我就说特价票不好抢。我二话没说就把钱给他打过去了。我说这次可不要抢不到了哦，小笨蛋。结果过了一会儿，他管我要第3笔钱，要3万。那个时候我已经没有钱了。我说这个又是什么钱？他说是托运费。我说托运木乃伊也要3万。我后来想，木乃伊可能是埃及的土特产。所以二话没说，我就去借钱了啊！我就去找我们共同朋友借钱。共同朋友说你被骗了，你赶紧打电话报警吧。我说打电话报警，他们能借我3万吗？啊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报警了。报警之后，说实话，挺难受的，挺难受，心里不得劲儿，感觉很委屈。我就想让我妈安慰我一下，我就给我妈打电话，电话一通我就绷不住，我开始哭。我妈说：“你说话啊！”我妈说：“你把水壶关呀！”这么大人能被骗啊？然后我妈开始问我怎么被骗的，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、被骗多少钱、什么银行卡号有多少。我说实话，就这些问题啊，骗子都问过。问到后面我都怀疑她是不是我的妈妈。我说：“你给我打200块钱。”她说：“你滚！”是我妈，是我妈啊。但是确实跟我妈聊完之后心情好很多，然后就挂了电话之后自己冷静了一下。结果我爸下班之后听说了这个事情，我爸又给我打电话，问我怎么被骗的，什么时间什么的。我觉得我爸是关心我的，所以我跟我爸又说了一遍。然后我老舅又给我打电话，我说老舅，你现在就把这个电话给我挂了，我现在就在家族群里开一个群通话。我再说一遍，最后一遍，
遍给我录下来。你去给我姥爷上坟的时候，给他再放一遍。哎，说实话，感觉自己被骗完一次之后，感觉成电信诈骗的 VIP 客户了。他们有什么骗术都得让我体验一下。我每次接陌生电话，不是法院的传票，就淘宝退货，要不各种白条、机场改签，全是诈骗，全是诈骗。所以我对陌生电话非常抵触。我有次接到一个陌生电话，就4个字：陌生电话，都给我气笑了。我说你们就我一个受害者吗？啊，可着我一只羊薅啊，薅秃了，我很生气，我接起来我要骂他。我说喂，他说哎你好，我说干嘛？他说你在哪儿？我在你爹坟里。我说来，我弄死你来。他说妈，那你这外卖给放哪儿？对不起啊。那天差点饿死，但是不能赖我，那段时间确实精神状态不太好，有点抑郁了。因为你看我被骗，我帮别人被骗呢，我3观都毁了，天天让我助人为乐，乐不出来，天天在家以泪洗面，说为什么好人没好报？为什么帮助别人受伤的是我？再不当好人了，我要当坏人。我以后我就随地大小便，随地吐痰，不给老人让座，坏死他们！我说实话，那段时间我觉得我的善良一文不值。我朋友说值4.4万呢。当然，我说这个事情也是希望大家以我为戒啊，但是不要可着我一个人戒好吗？谢谢大家，我是月饼。其实我呀，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成熟美丽的。大家好，我是西七啊。今天我来主要是想跟大家坦白一个事情，就是我曾经呢是一名文艺青年，我当得太早了，我高中就喜欢大斌老师了。真的，那会儿高考动员会，老师问我们，你们以后都想去哪里呀？同学说清华、北大，我说大理、拉萨。老师很生气，说：“那你以后能做什么工作呀？”我说：“我能当作家、主持人、民谣歌手、酒吧掌柜、黄金左脸。”所以我高考结束就马上去了一家青年旅社里面做义工，在浙江一个古镇叫西塘。哎，我在那里生活。很荒唐，因为我是那个青旅里面唯一的义工，我以为我去那儿可以净化身心、洗涤灵魂，没有净化身心，只有洗涤灵。我每天除了打扫房间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跟客人玩狼人杀。同学打电话问我西塘人多吗？我说狼人挺多的。然后那会儿大斌在西塘开了一家自己的酒吧，叫大斌的小屋。嘿嘿，真有同道中人啊！我特地就去那里朝圣了。哎呀，不要嘲笑我，好吗？好的。的人都知道啊，就那个酒吧，它有一个环节，就是让每一个观众轮流讲出他自己的故事。一个大哥站了起来：“我之前一个人步入了无人区，走了1天1夜，以为自己要死了。这时候，一头牦牛走了过来，亲了亲我的额头。我知道。”我要见到神明了！啊！这有张飞是从哪来的？张飞，这也太装了吧！但
但我当时管不了那么多，因为下一个就是我。我能讲什么？我才高中毕业。我说我之前一个人误入了尖子班。模拟考试之后，我以为自己要死了。这时候，一头班主任走了过来，敲了敲我的额头。我知道，我要见到家长了。我当时在那个青旅里面待了1个月左右，认识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，基本上都是背包客、骑行的和大学生，搞得我当时一度以为是我们青旅有规定，不能接待有钱人。我在那认识了很多人，没有一个正常人，他们都在朋友圈里卖佛珠，最近开始卖盲盒，买了一个，打开是佛珠。当时有一个光头哥啊，在我们青年旅社里面常住，他头上没毛，但他脸上全是毛，他留络腮胡，我当时乍一看，以为他头长反了。光头哥是那种很典型、很老派的文青，他最瞧不起的就是那些被社会时钟裹挟的人。他那会儿经常攻击我，他说：“像你这种只会死读书的人。”我说：“哥，我只考了一个2本。”他说：“你以后只会过那种最无聊的生活，你只会找工作、等升职、坐公务舱、住希尔顿。”我应当珍惜这份祝福。光头哥又说：“他说你要记住，你是为自己而活的，人生没有什么目的地是一定要抵达的。”我说：“我还没去过拉萨。”他说：“那你是白活了。”所以我大2那个暑假就决定要进藏。都说青春没有售价，硬座直达拉萨，但我没有坐硬座，我走路去。我是一边走路一边搭车了，还好吧，主要是搭车了。哎呀，走路太累了。我只是喜欢当文青，我又不喜欢运动。我当时年纪小啊，特别期待在路上碰到的人都是大兵书里面那种人，所以我一上车迫不及待问司机，我说：“你为什么想去西藏？你是流浪歌手，还是地下诗人？”司机说：“我放年假。”我说：“那你逃离原生家庭？”他说：“没有。”我说：“那你感情受挫？”他说：“没有。”我说：“那你肯定有抑郁症？”他说：“不想做就滚下去。”我的小嘴巴就闭了起来。我意识到这个车里啊是禁止文艺的，这不是一辆文艺之车，这是一辆汽车。2个人啊，在那个国道上走了2个小时左右，又搭上来一个男孩。那个男孩上车就问我，他说：“你为什么想去西藏？”我当时真的很紧张，透过那个后视镜看了一眼司机。我说：“啊，我放暑假。”那个男孩说：“我之所以想去西藏，他离滚下去不远了。我之所以想去西藏，是因为我之前一个人误入了无人区，走了1天1夜。”我说：“哎，好耳熟啊！”我还没说话，司机也坐不住了。司机说：“这个开头听了7、8遍，这无人区怎么人山人海的呀？”我当时进藏大概进了10天左右，路程很苦，但真的很美，但真的很苦。我现在已经完全过不了那样的生活了，我还是很想再去西藏的，但我要公务舱进藏，
我要风光大葬。你们也能听出来，以前的我呢是没苦硬吃，现在的我没钱硬花。但很多改变呢，就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发生了。前2年我跟光头哥又见了一次面，在西塘的那个青年旅社里面，距离我跟他第一次见面已经过去10年了，一切都变了。他结婚了，有了小孩，还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。但我能看出来有些东西没有变。他还是没有长出头发来，我当时特别想跟他说：“乖，摸摸头。”那天晚上，我跟他在青旅里面聊天，聊得很晚。光头哥说要走，我说你要去哪里呀？他说：“哦，单位给我在附近订了希尔顿。”我当时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没有忍住开口问他：“你不是说人生没有目的地，一定要抵达吗？”他没说话。但他的手机发出声音：“您的专车已经抵达上车点。”谢谢你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翔宇。先磕了一下，好尴尬呀！哎呀，然后第2年录节目了，然后确实还是不是那么适应。然后去年录完之后吧，然后就接了很多乱七八糟的工作。每次去都让我聊哲学，但我就是个本科生的水平，给我感觉是去答辩的。问我说：“翔宇，你怎么理解尼采？”我想说我没有选修这门课，尼采我都是在网上看的，我都怕说出来过不了查重，直接学术造假把我抓起来。我后悔，知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还有，因为我说我是应届生嘛，就老师让我代表年轻人，甚至有次非要宣传我是青春南大。我说别吧，我都27了，我只是延毕了。那你是不是只要在读书就一直是南大？整个宿舍一起延毕到80，哎，耄耋南大啊，一起推着轮椅去上课。老师说：“同学们，我这门课今年可能会挂几个人呀。”我之前还去录过一个节目，主题就让我聊这个青年与中年，然后跟我对谈那个嘉宾是一个中年文艺老登，不是马老师啊，是我，那个人才是真的奇葩，我跟你说。当时我一进去，然后那人在那喝水，我说：“老师，您这个杯子挺漂亮的。”他说：“哦，我在日本买的，我之前是在日本留学，从小就比较喜欢日本文化。”现在也没事就会飞东京去浅草散步，谁问你了？谁问你了？我一句话了解一个男人半辈子。我聊的不是杯子吗？没聊你呀，你在这儿装什么杯呢？后来又聊到那种什么中年爹味儿的话题，他就又来了。能理解你们年轻人，爹肯定是不好。我年轻的时候呀，你听哥一句劝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太诡异了，就是一个老登在教你面对青年困境。我的困境不就是你造成的吗？那种感觉怎么说呢？就相当于你在一个山东的饭桌上听主陪大聊女性主义。这我都懂，孔子、孟子。上野千鹤子，然后我最难理解的一类工作吧，就是让我给建议，我给应届生建议，给年轻人建议，甚至给职场人建议。我一个刚毕业的本科生，天天到处给人建议，我成专家了。妈咋的，本生专呀？我自我认知觉得我是靠讲脱口秀被大家认识的，就你让我搞笑我 OK， 但是聊别的我是真不会。哎，我是真的很难理解为什么现在人在一个领域取得成就，你就可以掺和其他领域。你像现在很多人火了之后就会出书，
我家，我送过你。哎，以前出书很难的，你想想司马迁，你现在把《史记》和那种明星畅销书摆在同一个书店，司马迁看到什么反应？说啊，这样就可以吗？我受宫刑忍辱偷生值得吗？还迈不过这个人间不值得啊！他难道比我还切中要害吗？哎呀，我发现真的很多成功人士的建议都是废话。我看了很多，我发现无论是谁啊，给的建议里面一定都有一条，就是不要老是玩手机，多阅读，多生活。我又不傻，我知道阅读跟生活是好事，做起来没那么容易的。你没有试过在地铁早高峰看书吗？那书你都打不开。你想看只能这么举着，就这么努力，在古代得是个举人。旁边的人看着都觉得这人疯了吧，2号线犯禁。然后我真的也被人问过，说翔宇，你在人生的低谷会反复看的书是什么？我看的是《斗罗大陆》和《斗破苍穹》。就是那些崇高的思想、细腻的情感，你是要花精力去品的。你说你累一天，晚上回家瘫在床上，就不想看那种文学大部头，费脑子，砸脑袋贼疼。我看什么《平凡的世界》，我白天过了。你说你要是被领导、客户大骂一顿以后，你是看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，花60页。讨论是否要对恶人正直善良，还是看斗破苍穹，谁惹我全杀了。你看现在大家都喜欢看这个短剧、爽文，那不还是因为现实生活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吗？这你要真过成爽文，谁还看爽文？我就不信马云会看爽文。啊，一觉醒来我是千万富翁。马云说我破产了。哎呦，这种苦难文学，在这消费痛苦，不看，太压抑了，还是过我平凡的生活吧。我真心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过得好，但这是不是也像是一种幻想？所以我就不想给建议，我想拍个短剧，一觉醒来，我们每天都有时间阅读和生活。谢谢你们，我是翔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洋。哎呀，算是重回到这个舞台了。就是大家也知道，去年参加了2个很优秀的节目，取得了一些略微的小成绩啊，甚至还出了一本书啊。书名叫《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被冒犯了吗》啊，然后，但说实话，多了很多的机会，现在甚至能拍一些个影视剧了。前一段时间甚至还拍了一部院线电影。好吧，这个牛只能吹到这儿了，因为我那个角色实在是太小了，就是那个角色小的，就这么说，就如果你想在电影院看到我的角色，得我跟你一块儿去电影院。我就坐你旁边，一到那我说，哎，你说，那就是我的角色，就那么小。但说实话，这种机会非常的难得。但我这个人是这样的，只要机会难得，我就会觉得不配得。我到那儿特别的紧张，我到了剧组，我什么都不敢干，我生怕我干任何一件事儿，他们就把我给换了。我甚至我不骗大家，真的，我饭都不敢吃。剧组老师说，刘老师吃盒饭吧，我说我从不吃饭。我生怕我一吃饭，他说这个演员竟然吃饭，赶紧把他换一个没嘴的过来。我特别紧张，尤其是我看到那个收音的麦也是，第一次拍他有那个麦，各位见过哈？我看这玩意儿压力大死了。我不是因为别的，我是因为他离我太远了。我在想，这个麦离我那么远，我如果台词没收到，他觉得是我演员的问题，把我换了怎么办？所以我想的是，我要在拍的时候尽量离他近一点。我就一说话就是你这是要干什么？然后他说你这是要干什么？突然想亲我这个人。
但是有的时候最紧张的是，它有的时候它这个麦要贴在你的皮肤上，它直接贴在皮肤上，这个真的压力太大。因为我这个人特别能出汗，就这个麦根本就贴不住，我太能出汗。当然这不怪我，这怪我的基因，因为我姓刘嘛，姓刘的当皇上的时代是汉朝。什么东西？又汗又潮。我这个麦只要一贴，只要贴在我身上，滋儿就掉到我肚脐眼，一贴滋儿就掉到我肚脐眼，感觉是那个麦说行了，嘴说的也差不多了啊，我们听听肚脐眼怎么想。然后每次都掉，我说我是怎么发现的？是那个导演拍了几条跑过来跟我说，他说刘老师，表演特别好，表情动作都很到位，但是如果您对我们的台词有意见，能不能说出来咱们商量，不要直接删掉。我说我有病吗？我一共3句台词，我删1句的意义是什么？我比较喜欢偶数吗我？然后我说，他说你看看回放，我一看回放，我的天啊，各位，我何止是删掉，我还怪叫啊！那个麦就往下的时候，我这个声音就越来越拖，逐渐消失，然后一阵沉默之后，就是一个喉咙里的怒音，就在那，因为我的麦在掉。我一说话就是你今天怎么看着之所以有喉咙里那个声儿，是因为我的肚子在叫。我肚子在叫，是因为我没吃饭。我因为没吃盒饭，我叫他领了盒饭。然后我跟音响老师说：“我说老师，看这你帮我解决一下，这个老往下掉怎么办？”音响老师说：“刘老师没事儿，我给你一好东西，这个劲儿大。”我说：“我可不碰劲儿大的啊！我刚进影视圈，想让我塌房。”你别以为我脱口秀圈的我没见识，我们圈最不缺的就是教训。他说不是，这个是胸带勒的劲儿贼大。我说你们这儿好好说话，判几年啊？你们这儿胸带是什么呢？各位是这样，它就像一个皮尺一样，是一个肉色的皮尺，它直接勒在你的胸口，然后记住了，它把那个麦直接夹在胸带上就行，怎么出汗都没事儿。我说这也太牛了。他说更牛的是，整个剧组只有你有。我说那我可得好好珍惜了。我第2天我那台词我给导演不同的状态，我甚至我的导口，我说你今天怎么看起来怪怪的呀？各种夹子音演完了之后，导演跑过来说刘老师非常好，表情动作都很到位，台词尤其清晰。但是如果您想改人物性格，能不能先跟我们商量一下，不要直接做这么大胆的改动？我说不是，我改哪儿了？他说你不是把他改成一个死变态了吗？我说不是，导演，我不理解，我来你们这儿，我要不删成偶数，要不改成变态，我是什么？奇变偶不变。导演说你来看回放，我一看回放，我去，各位，我可太变态了，我太变态。各位，但是是这样的，我不是一上来就变态。我是渐变，它是怎么个过程呢？它是这样的，我是每天早晨健身，所以我的肌肉在早晨的时候是充血状态，非常的饱满，那个胸带到这儿叭就勒紧了，那个麦过来根本就不用勒，我直接拿胸肌叭就给它夹死了。吹牛了，这吹牛了，这吹牛，想看到我胸肌比看到我角色还难啊。总之就是早晨的时候勒得特别的死，但是随着肌肉充血状态的消失，我这个肌肉就会回去一点，我这个胸带就会往下掉一点。但各位注意，它不是全掉，它是就掉一点。所以我发现我在回放里说台词的时候，会有一些下意识的动作。我一说台词就是：“你现在怎么看起来怪怪的呀？”是我哪里看起来不一样了吗？怎么不敢直视我呀？我说这也太难直视了，这个。然后关键我也没法跟大家澄清，因为整个剧组只有我有。我总不能开之前说，各位开工之前我说2句啊，这个是麦克，别人只会说我刘老师管他胸罩叫麦克。不光穿那女士内衣，还给内衣起名字，还起了个男人的名字，麦克。
好歹叫米歇尔吧。小海都只穿8小时，他一直带着。我跟一翔老师说，我说老师，你看这米歇尔的问题能不能给解决一下？一翔老师说，我真没办法了，要不然就这样，我再给你找2根胸带，你把它搭在肩上，就不会掉了。我说那就更像了，那从背后看都一样了，从正面看以为我穿反了。我不行就买一个穿吧，我就，里面至少还有海绵把我汗吸干净了。哇！庆幸的是，各位，庆幸的是，最后我的角色没有被换掉，哇！因为被整个剪掉了，被整个剪掉。当时我知道这个坏消息的时候，我在想，我应该能想到的，因为拍的时候就早有胸罩。当时，但也不能告诉各位哪个电影啊，也无所谓了，剪完了，大家也不知道是哪个电影。反正我现在一支荔枝就哭。从来只有妃子笑，有谁听到刘洋哭啊？那一瞬间，我真的暗暗发誓，我说总有一天我要吃剧组盒饭吃个够。然后如果真的有那天，我希望能给大家重新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刘洋，其实呢，我是一个演员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刘洋，谢谢。